五岳之首呢是泰山，它是以雄伟著称的。那对于它的雄伟壮阔，其實呢杜甫早都已經告訴我們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咱們今天看的呢是泰山蓝圖的大6座旗艦 SUV。這個車呢，它是5.23米的車長，3.12米的軸距，就不管是哪個角度，它真的都非常的頂。不管是它的這個身材也好，還是它的長相也好，你真的會覺得它非常的霸氣震撼，而且呢也很有氣場。所以說，真的就是我們把它開在路上的時候，不管是等燈，還是說就是我們在路上開着那麼走，很多人呢都是向我們投來了注目禮。這個車呢，它是一共有8個顏色，有6個單色，2個雙拼。像這個黑色呢，它就是屬於這種比較低調的顏色，所以呢，我覺得如果說你是想買這種比較低調的感覺，那你可以選擇单色。那雙拼的那个感覺，你懂得，就更加的奢華有質感，更加的勞裡勞氣。即便是這種最普通的黑色，你也會覺得說它的這種黑好像比別人家的那種黑色看起來都要顯得更加的貴，更加的有質感。因為它的這些顏色，這個漆面啊，就在不同的光之下，也會給你呈現出不一樣的那種感覺。前面的這34根立柱，咱們之前呢是在夢想家上見過的，所以呢，懂的朋友們有沒有人知道這34根立柱代表的是啥呢？沒錯，就是我們的34個省級行政區。再跟旁邊的這個燈呼應呢，這個名字就叫做鯤鵬積水。細心的朋友們會發現呀，它裡面的這個燈呢，就是甲骨文裡邊的這個水字，所以你就能夠在這台泰山上看到很多的山山水水的感覺，是不是這種中式美學的理念一下就出來了？我感覺就是好像大家越來越能 get 到像老祖宗的審美了。輪毂呢，它除了多幅的，它還有一個這個高亮大柄的，這個輪毂也是我最喜歡的樣式。我覺得會跟整體的基調，包括它想給我們傳達出來的這種高端奢華的感覺是非常結合的啊。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呢是275R22的一個尺寸，這個22的尺寸放在這樣的一個很大的車身上，也會顯得比例也非常的協調。所以呢，就是我剛才說的，你不管是從哪個角度看它，都會覺得它非常的大氣。然後還有一個有特點的地方，就是這台車它的門把手了。這個車呢，它是一個電的啊，就是你這麼一按，它就打開了。而且它有一個很細心的點，就是說，你看我剛站在那兒，它如果說識別到我，或者說旁邊識別到一些那種矮的障礙物，那種柱子什麼的，它不會說給你打開，所以你也能夠杜絕一些那種開門殺。然後因為它是電動門嘛，那如果說有的朋友他不是說第一次上你車，他不知道，他還是用那種很傳統的門給你那麼拽開，但是你也會覺得說這個車它是有一定阻力的，就是你這麼打開的時候，它不會說像那種很沉重的車，你要費很大的勁兒。再有呢，就是你也能夠杜絕到很多的人啊摔這個車門，你也會覺得說，哎，我不會再有那種就是被人摔一臉的那樣的感覺了。還有一個細節呢，就是它的設計了，你真的會發現，就是連門把手都能整活，因為它裡面給你用到了這種繁星點燈的這種很閃爍呼吸的感覺。畢竟呢，這個車它是一個藍圖的大6座旗艦車型了，所以說墊腳踏呢也是給你配備的，再配合上它的這個電動門，你上車還是你下車的時候，都會覺得非常的優雅。走吧，咱們現在上後邊看一眼，後邊它的這個燈呢叫做山海倒影，晚上看你會覺得它的質感會更加的明顯，因為這個車它是有華為的百萬投影大燈的，就各種迎賓啊，以及就是剛門把手裡邊的這種感覺搭配起來，你會覺得非常的協調。然後後備箱的位置在這兒，上面是不是也更加的方便一些？打開之後呢，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空間，它裡面有300多升，然後它2排3排全部都能夠電動的放倒，就完全不用你去手動操作。當3排的所有座椅放倒之後呢，你的空間就有1100多升了。你如果說把它當成大4座，或者說就後邊還想放一些空間的話，就也是比較寬敞的。總之它就是非常的靈活，因為呢它全部都是電動的，就根本就不用你去手調。還有一點呢，就是這個車它是有3腔空懸的，如果說你搬東西不方便的時候呢，它在這兒有一個按鈕，你在這一按，哎，它這個空懸的這個高度就又能夠往下降個60了。所以說對於你有的時候搬東西的時候，現在就很方便了。走吧，咱們現在上車看一眼。上車之後呢，除了之前比較傳統的你踩一腳它給你關上門之外，現在還有一個
噔噔，這個是不是就非常智能了？一上车呀，你就能感受到它那种豪华的气息，真的非常的浓厚。因为不管是你能够看到的这样的感觉，还有就是咱们能够摸到的这样的感觉，就全是软的。它整个车是超过了90%的这种軟性的皮質的包裹，所以呢，就是不光你看着奢華，摸着它也很到位。泰山這個車廂裡面，你也會發現，就是它融入了很多跟山有關的元素，比方說呢，就是木式的這樣的門板，包括你的座椅上，都能夠讓你感受到那種山山水水的中式美學。內飾的顏色除了這個棕色，它還有一個米色，有一個紅色。那這幾個顏色呢，我覺得要搭配不一樣的外觀的顏色。所以如果是你會選擇什麼樣的外觀，然後搭配什麼樣的內飾呢？還有就是你也會發現，你頭頂的這樣的這種麂皮的感覺也非常的明顯啊。然後打開這個化妝鏡真的巨大，我覺得我真的很少在車上能夠見到這麼大的化妝鏡，你幾乎是不用這麼左看右看，你就直接一整面怎麼樣，一整個臉都在裡面，就都能夠照到。還有呢，就是你前面的這塊屏了，它現在是最新的鴻蒙座艙5，所以說就是你不管是語音的清晰度，還有就是響應的上面的靈敏程度，它都是屬於最新的。你往這邊環，你也會發現就是有各種各樣不一樣的山，果然就是泰山。當然啦，前面不是重點，咱們現在上後排看一眼吧。2排的老板席，它必須得尊貴啊，像冰箱、彩電、大沙發，還有就是這些隱私簾，方方面面的就都給你安排上了。這塊屏呢，它最大是能夠調到115度。你看現在這個角度就是特別的往後躺的角度，這個就看你自己平時看電視、看屏幕這樣的一個使用習慣哈。然後冰箱呢，它也是目前行業裡邊最大的電動的開門方式打開，這個速度呢稍微有一點點慢，但是我覺得這個倒也還好，也能夠接受啊。第一個是面積大，還有就是它裡面也是能夠支持零下6度到0上50度的調節，冬天夏天各種亂七八糟東西都能往裡面放。還有呢，就是各種各樣的什麼小桌板呀，是吧？另外呢，就是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信息，就是它的2排座椅用到的是 AI 雲響舒壓，就你聽這個名字是不是就覺得聽着就還挺舒服的？我坐在上的感覺也是非常的舒服。你聽它是 AI 呢，也就是說明它是能夠自動根據你的這個坐姿呀，還有你的角度去給你調整，然後它裡面像這個按摩、通風、加熱也是都有的。在這塊有一個小屏都能夠去調。那除了剛才咱們說到的座椅的這些東西，以及空調啊、天窗啊，以及這個屏，方方面面都是能夠在這調的。它這塊小屏其實還蠻精緻的，它比我之前在其他的這種大6座甚至 MPV 的車型上看到的它的這塊扶手的小屏都要更加的精緻。2排呢，它也是有一鍵貼貼的模式，所以說兩個人如果想離得更近，想一起看看電影，或者說想看看星星什麼的，它也能夠把這個扶手給弄上去，而且它這個也是電動的，你在這一按它就上去了。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小細節。兩邊呢，它都是有扶手的，所以說你把它打開零重力或者說更躺的時候，你2個手放在上去的感覺也會覺得說更加的舒服。我現在呢已經開到它的零重力的模式了，我會感覺到就是下面的那個腿托，它承托的真的還是挺好的，就是會把小腿上的這種肌肉感覺也給很好的照顧到。還有一個小細節就是我自己覺得很好，就是它這個音響摸着一點都不拉手，摸着甚至還挺舒服的。來吧，咱們現在把這個座椅調到第2排，就是剛好的位置，然後我們去看一下第3排怎麼樣。這個第3排還行就是第2排呢已經調到就大家正常可能這麼坐，然後我第3排腿部包括頭部，我覺得就沒有像說之前覺得就第3排大家誰都不坐的那種感覺。而且後邊它給你這些配置也都有，比方說你在這兒能夠調加熱呀、通風，然後甚至它這個坐墊你也可以往前調，然後你如果說後邊行李箱不放東西的話，你調到最後邊，而且它這個靠背角度，你看我現在這麼做，然後還能再往下調，這個就其實挺躺的了。在第3排呢，你也會覺得好像也沒有說那麼壓抑，因為它這邊這個小側窗面積還挺大，這邊呢也給你放手機儲物的地方，然後這兒有一個 Type-C 的口，這邊後邊它也是給了你一個小音響的，所以你在第3排看電影什麼的也能夠感受到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把這個車開上的第一感受就是它的 HUD 真的巨大，它有55寸，就它上面所有的信息，包括你輔助駕駛呀、你的車速，它全部給你顯示在上面，而且非常的亮啊。那如果說你不看導航，或者說你休息的時候，它在這兒也是能夠去把這個你的電影什麼的投在上面，那你這樣等人的時候，你看個小電影，就還覺得挺好的。這個車呢，它是一個插混的版本，全系標配65度的電池，然後它的綜合續航呢能做到1400多公里，純電能有個350。
250公里，所以這台車你把它當成純電車開也完全沒毛病。而且呢，它也是帶800伏跟5C 超充的，充電速度啊，包括續航焦慮這些事兒你也都不用擔心。它的這個0-100加速是在5秒級的，我覺得還挺想不到的，因為這麼大的一個車，你真的很難想象到啊，就它這方面的數據做的還行。而且其實開這種大車，我覺得我們最擔心的一個事兒就是害怕它開起来那種忽忽悠悠、晃晃悠悠的感覺，但是你開它就完全沒有，就會覺得還挺輕快、挺自如的。它是有一個雙向16度的後輪轉向，我覺得這個也是它的一個特點吧。再加上就是它的這個轉彎半徑只有5.4米，所以說你看像我們這樣轉彎啊、掉頭啊，以及你在那種小區裡邊想一把打過來的路，它都是能夠做到的。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作為一個這麼大的一個車来說，這個是它很重要并且也很好的一個地方。剛才在外面的時候你也看到了，頭頂呢是有激光雷達的，搭載的是华为乾坤的 ADAS 4 34顆的传感器。那像城區、像高速，然後還有就是一些高快啊，以及各種各樣的泊車的輔助都是能夠做到的。然後其實这個車它現在也是能夠達到這個 L3級別了，雖然說就是最近是吧，也才公布有 L3的這個測試的一些車型，但是後面陸陸續續，我相信這台車它也很快的就會公布。這個車型我覺得大家也會非常關心一個點，就是它的安全，因為這麼大一個車，而且呢，大家買這個車大部分啊都是用於家用，那家用可能基本上每一個座位大家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個車它全車是有9個氣囊，甚至它連第3排也都給你顧及到，所以呢，你就會覺得它方方面面都是在替你考慮。還有就是你會發現這台車它的各種各樣的模式你能調的特別的多，這個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就是它上面會給你顯示各種不同模式之下性能的對比。那如果說你對這一塊不是說特別了解，你給它點開看一看，你就能看到你的懸架高度啊、阻尼啊等等的數據，它都給你顯示在上面。那說到懸架呢，這個車它也是國內首個有3強空懸的。那之前好像我們聽到的都是一些雙強空懸，對嗎？然後它給你做到了3強。它的懸架行程呢有個110，它是能夠往上調個50，再往下調個60。所以不管你是想就是載物的時候，當我們在後備箱，你把這個整個懸架給它往下調，你搬東西的時候，或者說你去到一些就是更高的地方，你害怕刮底盤呀什麼的，這兒都能調。還有就是我在使用這台車的過程中呢，我發現了一些很貼心的小細節，就是比方說呢，它前面的這個有人員的這個監測的這裡，它也給了你一個蓋兒。那像有的朋友他可能說我比較注重隱私，那你給它關上，可能是一個很小的細節，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我就還蠻喜歡这個功能的。另外就是在主駕這塊，它也給了你一個外接口。那對於有的人，他可能想接一些你的這個手機支架，或者說我接個 GoPro 對吧？然後包括就是你可以接一個就是手機的那種支架，你以及對講機等等，你都可以在這兒給你考慮到。最後呢，咱們再來總結一下這台車。其實當我自己了解完它之後，就是不看價格的情況之下，我覺得這台車就是好說歹說應該有個40-50萬，但是它的價格起售價就是37萬多，不到38萬，你能夠買到一台就是帶華為智駕、鴻蒙座艙，以及就是方方面面外觀啊、尺寸啊、空間，還有2、3排等等這些智能體驗，看下來就是你會覺得真的是還蠻超乎預期的。我覺得這台車你不能用性價比這個詞兒來形容它，但是你真的會覺得就是買到這樣一個大6座還是挺值的。所以呢，你覺得這個價格配合上這台泰山，你覺得它怎麼樣呢？歡迎在底下告訴我們吧。以上呢就是咱們今天這期的全部內容了。如果說你有任何的疑問，也可以跟我聊聊。咱們下期再見，拜拜。